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一日达人 Kevin 吴继恒。欢迎来到云林县大皮乡的东联牧场。要养出好猪呢，不只是环境跟照护以外，这个饲料更是重要。我们的饲料都有专业营养师调配，从维生素、矿物质、酵素到益生菌，缺一不可，让猪可以养得头好壮壮。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产房哦，这是一个养猪场最重要的地方，也就是它的分娩室，母猪在生小猪跟照顾的地方。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母猪基本上平时可以带13到14头小猪。那如果它的奶水不够的时候呢，我们会做这个代奶粉来做这个补充，让它在小时候的营养就会非常充足，长大比较不容易生病。那你可以看到这边的小猪做到4周，但这只呢现在目前大概要在1周龄的状态，所以还非常的幼小，非常可爱。那小猪又怕冷，所以我们呢会有所谓的保温灯，来让它在冷的时候可以做取暖的动作。那小时候如果顾好的话，长大就不用太担心。那透过这个品种的改良呢，其实母猪越生的小猪越来越多只，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要对应到这么多小猪的话，就要更多对奶头。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猪都至少有7对奶头，1、2、3、4、5、6、7。 哦，所以总共有7对奶头，要吃那么多小猪来吃。其实到还有一些育种的更强的话，还可以到8对，像右边这只做到8对。所以这是一个母猪在做这个品种这个优化的时候的过程。好，欢迎来到这是第2产房哈。那这边的小猪呢，已经到4周龄了，其实马上准备要去到保育舍。你可以看到这边的小猪吃的料就跟刚刚不太一样了。它现在吃的料呢，是所谓我们的叫教材料。什么是教材料呢？就像小孩子在从喝奶粉啊，或者喝母乳的时候要转成副食品，这就是小猪的副食品。所以它的配方跟它的这个 texture 呢，口感就完全不一样，是比较偏固态的状态。那这边呢，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叫做什么？所谓的母猪卡。这母猪卡是来做什么呢？就是记录这个批次的配种日期啦、分娩时间啦、跟小猪的年龄等等。那这个卡呢很重要，因为它等于是小猪的身份证。那未来呢，我也希望呢，我们把这个农场更是我们叫农业4.0，可以升级到科技化，结合 IoT， 我们未来这些电子都可以用电子化的方式呈现跟记录，可以让整个管理更优化，也可以让这个效率更提升。欢迎来到云林的良作工厂，这是台湾第1座脱皮分切加工厂呢，也是第一个猪肉博物馆。往前走吧。我们分切厂的大分切室哦，那大分切室其实这里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要降低这个细菌生菌数的控管。所以呢，例如说我们的土体从预冷室出来，一定要先在里面先待到12个钟头以上，把温度降到7度以下。那你看到整个作业区呢是13度，所以确保就是生菌呢不会持续的增加，然后才能进到这个草原做这个分切的动作。OK， 那当然我们所有的装备跟衣服都要做换装，才能确保这边的安全性。这个大分切的工作呢，其实是蛮人力密集的。为什么呢？因为猪是一个活体的动物，所以它的结构呢，不像工业产品是非常规格化，还是需要人力呢去有技术性的把它取下来。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用机器的话，可以做一些辅助的动作啊，例如说去皮啊、去筋膜。但是基本上这个还是一个需要非常高度的专业技术才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呢，分切工作呢是永远不会退流行的。我希望食品业呢可以做到非常的安心，所以从产地到餐桌都要清楚载明它的产销履历，就像这样子，每个肉品都有它的标准身份证，清清楚楚载明它的来历。大家好，这就是今天的现冲小里脊套餐。那这是用每天呢现杀的这个猪的小里脊呢做冲泡的动作，有点像台南牛肉汤的感觉。然后用大骨跟青菜汤熬煮的高汤做冲泡的动作。非常鲜甜，所以其实今天啊一路走来啊，我们从这个一块肉要从农场到餐桌啊，要从营养师调配饲料，到畜牧场的这个专业的养殖达人，还要到屠宰场分切场，然后做专业的分切动作，还要到这个餐厅来做这个冲泡，还要做料理的动作。所以这个一路走来，要从这个块肉从农到餐桌，其实是非常得来不易的。今天担任一日达人呢，其实带各位走过了其实超过3个产业，从传统畜牧业到食品加工业，乃至于到服务业。那其实对我来讲，要加入这行业最大的，我们觉得最大的特质，希望是要对土地、对动物、对饮食习惯、饮食文化有热情的朋友是最好的。好，那让大家一起来努力，把台湾的饮食文化提升，让住台湾的人吃得安心，来台湾人吃的特殊，这样是最好的。